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67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一章是整部经典在进入尾声前的重要精神总结之一，也是老子直面误解，阐述其所信奉的道义内核的篇章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极为本质的反主流宣言。它不仅承认被误解为愚，更直接肯定了这种愚的伟大与难得。老子开篇便写道：“天下皆谓我道大，斯不孝。”这句是他对当时世人普遍看法的总结。他自知自己所持之道，在世俗标准看来是不可理喻的、不合常理的，甚至是不成样子的。他没有为此辩解，而是直接回应：“夫为大，故似不孝。若孝，久以其细也夫。”这不是自我安慰，而是深刻的哲学判断。他认为，真正伟大的道是超越当下人们认知范畴的，所以才会显得不合时宜。如果它符合常人逻辑，那它就已经退化为庸俗小道了。这种观点放到当代社会尤为震撼。在我们所处的职场文化与社会结构中，效率、结果、竞争力被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。一个人要是太安静、太不争、太强调柔和，往往会被认为没有担当、不够干练。然而老子告诉我们，正是那些看似异类的存在，才可能真正承载到的深度。在一个人力资源以 KPI 量化、企业文化以狼性标榜的社会里，这一章几乎显得反动。但越是如此，越值得我们深思，是不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结果论来掩盖内在价值的空心化？是不是我们错把张扬、抢跑和焦虑当作成长与竞争？老子没有停留在对误解的回应，而是紧接着抛出了他一生所守的3个核心价值：我有3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这个3宝结构是全章的核心，也是道德之道的根本。慈是什么？在现代汉语中，它容易被理解为善良，但老子所说的慈更接近一种全面性的关怀意识。它并不是情绪化的温柔，也不是逃避冲突的妥协，而是根源于生命对生命的深切感知和尊重。一个有慈的人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，会用一种不对抗、不伤害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协作。他不急于反击，不热衷惩罚，而是在内心深处对他人保有空间。这在职场中尤为重要，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居管理岗位的人。一个管理者如果缺少慈，就容易变成强制命令和冷酷考核的执行者。员工不是被激发，而是被驱赶；团队不是凝聚，而是分裂。反之，一个有慈心的人，哪怕在非常艰难的局面中，也能以关照的方式维系团队的尊严与协同。第二是俭，这并不仅仅是节约资源，更是一种对欲望、风险和膨胀有深度控制的精神状态。在当下社会，我们太习惯更多，不论是对信息、机会、金钱还是人脉的攫取，很多人被迫生活在一种不断加码的轨道上。而俭代表的是一种清晰的判断力，知道什么是多余的、虚妄的，什么是应当放下的、该有所收敛的。在企业层面，这意味着战略聚焦、节约资源，避免盲目扩张。在个人层面，它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，减少内耗，减少欲望的干扰，使我们的行动更集中，心力更充盈。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，这一句最容易被误解为懦弱或消极。
但其实这恰恰是老子无为思想在实践中的典范表现。他所倡导的后，并非逃避担当，而是一种深度的顺势而动和不争之志。一个人真正的强大，不在于是否敢第一个冲锋陷阵，而在于他能否时时审视，知止而后动，借力而行。今天我们常说领导力，但在老子的眼中，最好的领导不是谁喊得响，谁上得快，而是谁能真正成器长，成为让他人愿意追随的气度之人。过早的争先，往往是把自己置于过暴之中，也容易使内在的养分尚未成熟就被现实吞噬。老子进一步指出，这三者不是各自独立，而是互为因果的。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，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这是颠覆常识的一种理解。传统观念中，勇常与激烈、果敢相关，而老子却说慈是勇的来源。慈心之人内心强大，关键时刻更敢为他人担当，能在危险中保护他人，在压力中不失温柔。俭之所以能广，是因为节制本身就积蓄了扩张的可能，不贪婪才有余地，而谦让能成大器，是因为凡事过早争先者难以承载更长远更沉稳的成长。于是老子发出警告：今舍慈且勇，舍俭且广，舍后且先，死矣。这一死矣不只指肉体的死亡，也包括道义的灭失，精神的枯竭。我们看到太多因为勇而暴，因阔而溃，因争而败的例子。今天的创业环境、政务体系、公司管理、家庭权力结构中，几乎处处都能看到这三条反例。有人以狠戾为勇，最终孤立无援；有人以豪赌为广，最终资金链断裂；有人以争先为胜，最终消耗尽人情和信誉。而如果反过来遵循慈俭厚这三条路径，老子相信将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与安全。夫慈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天降救之，以慈卫之。这几句是全章中最具道义力量的宣言。他指出，真正能赢得战争的不是武器，而是内在的慈悲；真正能守住一切的也不是城墙，而是心中的稳固和道的护佑。最令人动容的是天降救之。在老子笔下，道与天是一体的，天不再是一个神明形象，而是宇宙之间的道德原则和生命流动。当一个人以慈心处事，他便是顺应天地自然的节奏，最终将获得宇宙的回响与庇佑。站在现代的视角回看这一章，它不仅适用于个人的修身，也完全可以转化为团队建设、企业治理、政策制定的根本逻辑。一个组织如果缺乏慈，会在内部激烈竞争中耗尽成员的热情；如果缺乏俭，会在资源浪费和盲目投资中迅速陷入危机；如果缺乏谦，让每一个人都拼命争先，很快就会内卷到无法前进。只有当我们回到这三宝：慈心待人、俭而有度、不争先后，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可持续、稳定且富有韧性的生态。自我修养的层面也同样如此。慈是内心的安宁，是看到他人痛苦时不冷漠，是在冲突中保持理解；俭是对自我欲望的清洗，是懂得止步的勇气，不敢为天下先，则是安于本位、顺势而行的智慧。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现代人抗衡外界焦虑、保持心性完整的基本框架。本章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能立即见效，而在于它是否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稳固、有根的生命形态之中。他反对躁进，拒绝虚张声势，怀疑速度至上的生存模式，
也给出了一种在纷扰世界中保持自持，在误解中保持信念，在暗流中坚持方向的可能性。而这一切将在下一章中迎来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延展。老子将用更加微妙的语言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胜利者往往不以胜者的姿态出现，真正能打胜仗的人反而从不张扬真正的刚强者，是外柔内刚的人。如果你曾怀疑一个外表温和、从不争斗、不显山露水的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改变局势、赢得信任的那个人，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第68章的精彩内容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